不管谁弄你都好，跟着时间的慢慢的经过，这个东西都会没有掉的。对，而且你专注在 focus 自己变得更优秀，你几年后看你跟他还有那些诽谤你的人的差别，你就会明白了。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苏州，探访拥有千年古刹之名的寒山寺，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佛教圣地。寒山寺最早建于南朝时期，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然而它最广为人知的原因，实际上是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出自于唐代诗人张旭的《枫桥夜泊》，讲的是一个旅人夜晚停靠在苏州的江边，听到寒山寺的钟声，思念起家乡的故事。千年古刹，欢迎您。可以，现在我们就在寒山寺的门口了，上面写着4个大字：寒舍一宗。寒山寺始建于南朝，至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相传寒山遗舍的曾在此修行，使其名扬四海。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在寒山寺的旁边，和合主庭，和合这2个字就是好像比如说敬爱和合，家庭圆满的这种一个字的意思。这里还有可以搭船，你看有售票处，可以搭船的。枫桥夜泊水上游也是来苏州寒山寺有名的其中一个项目。那个人门票是30元，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这个枫桥夜泊水上游。步入寒山寺，穿过巍峨的山门，映入眼帘的是威严肃穆的4大天王守护佛法，庄重而震撼。而正中央的弥勒佛则笑容满面，慈悲喜悦，仿佛以宽广的胸怀迎接每一位来访者。在其身后就是韦陀尊天菩萨立护慈像，象征着正义与守护。这便是中国寺庙钟点型的布局。走进这座千年古刹，仿佛踏入了一段时光隧道，钟声悠远，禅意深长。净土参访者团团的上香膜拜，这里香火鼎盛，各自有所求有所愿。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访寒山寺，感受它的历史与魅力。我们现在走着进大雄宝殿，来拜拜一下。寒山寺的大雄宝殿庄严宏伟，正中央供奉着释迦牟尼佛，法相庄重，慈悲摄人，而两侧排列着18罗汉塑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展现出佛法智慧与护持众生的坚定信念。每一尊罗汉都是一段修行故事的见证。我讲的这寒山寺就是10大名寺之一。我们去过的那天的灵隐寺，还有洛阳的少林寺，还有白马寺，这些都是10大名寺之一，都是中国很出名的一些庙。这个寒山寺在中国是属于4A 级的这个景区，他们在中国有分等级的，有分3A、4A、5A， 这5A 是最高了，这4A 也是很高很高的。我们那天去的灵隐寺是几 A？ 那是5A 的。5A 的，难怪这么多人，而且这么大，这么壮观。寒山和舍得是唐代著名的禅宗僧人，他们俩是好友，常以诗文探讨佛理，二人的思想影响深远。寒山寺虽然并非由他们所创立，但因二人的诗歌和禅修活动，让寒山寺不仅仅是佛教的圣地，也成为了文化和哲学的传承场所。他们禅宗来讲有很多的这种公案他们会回答那种问题来参考什么是开悟，来参考就是回答来回答去这种，所以他问这种很深的问题。世间伴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之乎？舍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不管谁弄你都好，跟着时间的慢慢的经过，这个东西都会没有掉的。对，而且你专注在 focus 自己变得更优秀，你几年后看你跟他还有那些诽谤你的人的差别，你就会明白了。下一站我们参观了普明宝塔，它始建于南宋时期，曾是寒山寺的象征。
却因战火和历史动荡3次被毁，消失整整600年。如今它重建了，位于虎明禅寺内，作为佛教圣地。普贤菩萨在这个密教是叫做金刚萨埵啦，他在显教是属于普贤，还有最出名的就是他的普贤10大愿望。所以你看他建的台阶都很斜哦，他就是要你这样顶礼这样子上得去，你才可以慢慢的看得到这个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普明宝塔的主尊，而这位大菩萨是大乘佛教中的重要菩萨之一，代表着菩萨的实践行愿，象征着智慧和慈悲的结合，尤其强调修行者的行为实践和对佛法的遵守。普贤菩萨主要有10大愿，这些化身面展示了菩萨在不同情景下为度化众生所做的各种善行，每一面都代表着不同的德行，如持戒、修行、普度众生等。它代表着理德、心德，还有象征着智慧，通常都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左边还有右边供奉着的。好了，我们去下一站。在寒山寺，大家常常摸石狮，特别是狮子的头部和爪子，因为这是一种祈求好运、健康和平安的象征性行为。此外，狮子在佛教中象征着佛陀的智慧和力量，如狮子吼所示。因此，摸寒山寺的狮子既是传统文化的习俗。走进内方丈东院院庭，最吸引眼睛的就是这块高达7米、重约35吨的观音凤。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珍贵的太湖石巨星灵璧，被誉为古书之最。它的形态玲珑剔透，光影交错间，仿佛能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法相，静静地庇佑着四方来客。而这观音凤3个大字，则是由83岁高龄的性空大和尚亲笔题写，为这座石凤更添一份禅意与传奇色彩。此外呢，我们也参观了尊圣塔，这塔身高耸，寓意着佛法的庄严和崇高，是对佛教圣贤的敬仰与纪念。根据《造塔延命功德经》也记载，塔不论大小，诚心造塔者，能够消灾延命，天福无尽。寒山寺的历史底蕴远不止于此，漫步室内，你会发现历代帝王、文人墨客留下的珍贵石碑，他们静静伫立，见证着岁月流转，诉说着一个个跨越时空的故事。每一道碑文，每一笔刻痕，仿佛都在低声呢喃着古老的回忆。最后呢，我们也参观了寺庙中最重要的佛教殿宇之一，那就是这里的罗汉殿。这里的主尊供奉的是有名的观世音菩萨，周围也供奉了500罗汉像。在这座罗汉殿里呢，观音菩萨居于中央，它象征着慈悲、智慧和无私的救度。它的存在就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所有修行者向善而行。现场在佛陀涅槃后呢，我有500位正果的罗汉曾共同结集佛经，将佛陀的教诲整理留后传世。这就是第一次佛教结集，也就是佛教经典流传的关键时刻。每尊罗汉的面容与动作都具有独特性，展示了不同的性格与修行境界，给人一种生动和亲切的感觉。虽然罗汉已经修行成就，超度了轮回，但他们不度众生，主要以守护佛法为使命。而菩萨则愿意留在人世间，继续普度众生。所以在佛教信仰中，罗汉是成道者，观音是领导他们的慈悲导师，所以他坐正中央，守护着一切的众生。参观完寒山寺，当然少不了品尝苏州当地美食啦。接下来我们到附近去探探吧。哪一个是？再介绍一下哪一个？这个千玉，这是紫米、玉米、糯米，蔓越莓、9年桂花，这是青团。啊，就拿3个10块钱，再拿一个这个好吧？拿一个好吧，3个吧，谢谢。芋头啊，芋头，这个芋头best看。你不要吃些。这个好，是糕的味道。不错呢，有没有是那种像年糕？发糕，马来西亚如果有吃过发糕的那种感觉，是不错啦，能够冲肚子。可是你讲很好吃，还好，颜色是很漂亮。你看那个烟，不错，还好啊，味道好。这是我们来到苏州的第一餐，现在来到这边已经3点多。我们现在在寒山寺外面就吃这些
这个是虾仁面，小笼包，冬菇、香菇面，酸辣粉。酸辣粉的第一口，首先先拿一点粉，拿一点花生，酸吗？很爽很辣。它是酸是醋的酸啊，没有很酸。没有尝点这个，它的辣没有吃辣到，没有吃辣到很辣，可能你一下子不习惯。没有一下子没有可能你咬到那个辣椒。其实会有这酸开胃哈。哇，好吃，很有那种醋的香，然后很像糯米的感觉。试试看这个小笼包看，这小笼包是真的是包吗？对，照片。哦，是这样子的，真的是包。我个人喜欢这香鸡面，香鸡面一点。你也喜欢这大个人的？看看了。OK， 它像包，像肉包。那个云吞吗？那叫馄饨。很美啊，包的。那红油柴所有的。我们做这种人很厉害。里面的菜，我们是韭菜。OK。新鲜的虾，新鲜。对了哈，错了，我说 OK 哈。好，不错。它就在寒山寺外面吧，这边就是寒山寺，寒山寺对面就是好的，皮很滑。他们厉害做这种皮的东西啊，就这样。我们现在就在寒山寺的门口。我们刚刚吃一些葱，那些面。刚才那个面馆就在寒山寺对面，就在这间店，凤镇面馆这里，不错啊，大家可以来试试看。那我们就寒山寺就在这里结束，我们等下再带你们去另外一个景点，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